原来如此，云玉，看来你的身份不简单啊，或许比圣花店主前辈更加的不简单。萧炎也是大概的分析出了云韵的真实身份。萧炎在之前所了解到的信息中，每一任的花仙子都会随着万界圣子争夺者的开启，从而选择出新一任花仙子，而云韵乃是这第9次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所选择出来的花仙子。店主大人说，只要我与万界圣子双修，便是可以激活血脉，从而帮助万界圣子以及自己对大道的领悟，而你也将会领悟自己的所修之道。云韵一脸认真的说道。事情讲到这里，萧炎看了一眼云韵，轻声道：那我们。云韵知道萧炎想要说什么，想到这里，他那洁白无瑕的脸颊上再次出现了一道红晕，仿佛是要出嫁的娘子一般羞涩。如果想要彻底的领悟完整的大道，就必须要进行双修，不然你我都无法领悟大道之法。云韵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将这有些不应该从他嘴中说出的话给说了出来。等说出来后，他的脸上那红晕像是红苹果一样。虽然说他与萧炎并不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难免也会有些不好意思。是我有老婆了，如果再与你双修。萧炎说到这里，他的脸也不自觉的红了起来，自己的心跳自然都极快了很多。虽然话是这么说，可是前不久他又与吴雪发生了男女之事，现在都还没与薰儿和彩铃他们解释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现在又来一个双修，虽然对方是云韵，自己也承认云韵是他当初进入魔兽山脉所遇到让他有些动情之人，可是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了，当初的那份感情还保留吗？如果没有保留，为何在知晓云韵他们被神秘势力带走后，心里面会如此的担心，如此的挂念？难道自己真的还保留了当年那一段言萧和云芝的情感吗？然而就在萧炎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间这里的这座山脉竟是震动了起来，一股恐怖的能量从瀑布中爆发而出，玄妙的道法能量化为万千雨水从天而降，打在了萧炎和云韵的身上。这突然起来的变故倒是让他们之间有些尴尬的气氛给打散了。很快萧炎和云韵也便是发现这些雨水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一种玄妙能量。山脉之巅，瀑布如白练倾泻而下，萧炎与云韵立于下方，忽然大地颤抖，瀑布之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股莫可名状的能量自水帘之中激射而出，再次化作万千雨滴，宛如天女散花，铺天盖地般向二人再度袭来。雨滴打在肌肤之上，初时冰冷刺骨，随即转化成一股温热的力量，渗透衣衫，蔓延全身。萧炎和云韵闭上双眼，享受着这从未有过的舒适，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洗涤，身心俱轻，所有的疲惫与尘埃都被带走，只留下无尽的愉悦与清明道法能量在雨水中翻滚。每一滴雨都似乎蕴含着古老的智慧与力量，它们触碰到萧炎和云韵的身体，仿佛在寻找归宿，又仿佛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两人的呼吸渐渐融为一体，与自然界的节奏同步，他们的动作变得舒缓而有力，仿佛在演绎一场无声的交响乐，周围的景色也随之改变。瀑布的轰鸣声中夹杂着玄妙的道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萧炎和云韵仿佛置身于一个玄幻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美妙。绝伦雨水持续不断的落下，萧炎和云韵的心情也随之波动，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仿佛随时都能够破茧成蝶，飞升而去。这种感觉太过美妙，简直势不可挡，让人心生向往，却也让人畏惧。那随之而来的未知，两人的眼神一睁开便是近距离的交汇，仿佛两道光芒在空气中碰撞，激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能量。这股能量如同一条细细的丝线，在他们的身体内游走，带来一种说不出的舒适与特别。更奇怪的是，他们能看到彼此体内的道法能量，形成了一幅玄妙的画面，线路凌乱而有致，宛如一幅神秘的画卷在他们眼前缓缓展开。这股能量似乎有着自己的意志，它在他们的经脉中奔腾，时而化作一股温暖的泉流，时而又如狂风暴雨般猛烈。他们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奇妙自然，它似乎在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融入了这片浩瀚的大宙之中，成为了一种大道之法的承载者。在这股能量的作用下，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着无尽的可能和无限的奥秘。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自己的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他们仿佛可以看到整个宙的运转，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他们的眼神再次交汇，这一次他们体内的血能量更加浓郁，更加有力，仿佛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跳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声。现在的萧炎和云韵已经不再是两个人，从某一个角度上说，是一个整体，一个由道法能量连接在一起的整体。这股能量在他们的身体内游走，带给了他们无尽的玄妙力量。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视线变得更加清晰，感知变得更加敏锐，并且可以感知到整个世界的运转，可以洞悉一切的能量。借着这股奇妙的感觉，水珠溅落，发出清脆的响声，四周的瀑布轰鸣作响。瀑布中央是一道温泉般的仙池，池水清澈见底，白色的雾气弥漫在水面上，散发着一股玄妙之气。而萧炎和云韵的身影被其中一股力量吸入其中，瞬间出现在仙池之中，荡漾出层层涟漪。仙池的温度恰到好处，让人感到舒适而放松。他们二人闭上眼睛，感受着水波的涌动和玄妙之气的熏陶，
仿佛能听到大道的呼唤，领悟到自身所修的完整大道真谛。随着萧炎与云韵进入双修之后，在那光球的另一处灵动，置身于这片未知的星空世界之中，四周被无数闪烁的星光所环绕，这些星光如同宝石一般镶嵌在黑暗的天幕上，散发出迷人的星辰光芒。这个地方就宛如之前灵动所施展的舞动大乾坤时所出现的神秘星空世界一模一样。灵动凝视着这壮丽的景象，心里无比的震撼。难道自己此刻在舞动大乾坤的世界中？在他诧异间，他又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神元之气开始有所异动起来。我体内的神元之气在转变吗？为何会让我有一种如此奇妙的感觉？灵动的身体似乎在这一刻变得轻盈起来，仿佛要融入这片神秘的星空世界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转变，仿佛要从一种形态进化到另一种更高级的形态。此刻，灵动也逐渐的知道，这是属于他的大道机缘路，也是他领悟自己所修之道的最佳时机。他立马闭上眼睛，感受着自己体内所带来的变化。从天位神突破大道主神，与序列神突破天位神完全不同。之前所需是需要灵魂蜕变为神魂，以及需要庞大的神元之气所谓修炼的资源。可天位神突破大道主神，则是需要领悟自身的道法。只有领悟到属于自己的大道之法，便是能够获得超越天位神力的大道神力。因为在大咒中，斗气、地之元气、灵力、世界本源之气、神元之气都还不是最高级的能量本源，而在这些能量本源之上，还有万千之道的道源。万千之道的道源乃是与大咒一同诞生的一股道之本源，所以每一种大道的本源都是超乎想象的可怕以及玄妙，而这些道源都是无处不在。只有自身的修炼触及到万千之道时，并且在万千之道中找到自己的所修之道，便是能够与之产生奇妙的共鸣。一旦成功领悟并且共鸣之后，那么属于自己的大道之法将会进入体内。一旦道法进入体内，那么自身就会发生变化。这一种变化乃是能够让自己的神体变化为道体，同时还会凝聚出道心，道心不灭，便可不死。所以不管是道体被打破，还是神魂被击杀，只要道心不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当然，对于自身所修之道的领悟并非容易之事，如果那么容易的话，现在的大咒中恐怕就已经不存在主神稀少的情况了。只有自己感受到自己所修之道的真谛，才能够领悟完整的大道。而很多天位神对于自己的所修之道都是一知半解，根本无法深入道法的奥妙所在，从而导致许许多多的九重天位神巅峰都止步于此。而且修炼到法本就比修炼神元之气来提升修为的要困难很多。在大道领域中，想要再提升道法神力，那么只能再次对自己的道法有深入的领悟，不然即便领悟了完整的大道，依旧只是大道初期，更不会突破到大道巅峰，甚至是大道极限的那等更深层次的道法中。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另一种原因就是大道沉寂。很多九重天位神巅峰的神奇强者止步于这个阶段数百万年甚至更久，也无法突破大道主神的领域，那就是在万千之道中，大部分的大道已经沉寂。即便你自身的天赋已经可以达到领悟自身完整大道时，依旧无法感应到自己的那份大道之法。这也就导致了如今的大咒中为何主神会如此稀少之余，这万千大道沉寂是怎么引起的，却没有任何人知晓。能够让整个大咒中的万千大道都沉寂，可想而知，那得需要多么恐怖的力量才能够做得到。而且为何会使得大道沉寂，这里面究竟又隐藏着什么秘密？不过所幸萧炎、灵动、母陈三人乃是那传说中无上的传承者，他们的道法乃是无上之道，即便万千的大道被沉寂，无上之道依旧能够存在于大咒之中。所以此刻的灵动在这片神秘的星空世界之中，仿佛能够听到来自于大咒的声音，感受到大咒的脉搏，他的思维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仿佛能够洞悉一切事物的本质。灵动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必须抓紧时间领悟自己的道法。至于自己是什么道，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开始集中精神，沉浸在自己的感悟之中，他的思维在飞速运转，仿佛要深入自己的大道之中，突破自己的极限。这片神秘星空世界仿佛也感受到了灵动的变化，星光变得更加明亮起来，仿佛在为灵动的力量转变而加油鼓劲。灵动感到一股强大的玄妙力量从自己的体内涌出，他的身体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强大。他知道领悟自己的道法已经成功一小步，但是距离那完整的大道还有非常长的时间。不过这也是为自己开启了新的力量之门。灵动睁开眼睛，望着四周闪烁的星光，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这片神秘星空世界已经成为了他突破大道的关键，至于如何领悟，是要靠他自己了。不过可以确定一点的是，这里也将成为他大道之法的力量源泉。武道无祖，舞动乾坤。几个字落下之后，灵动的身躯开始变得虚幻起来，仿佛融入到了这片神秘的星空世界之中，去领悟那属于自己的真正武之道。在光球世界的第三个区域，一片混沌的白光如同永恒的帷幕，将一切景象遮蔽。沐尘凝视这片看似虚无的空间，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开启了自己眉心处的法心之眼。他利用法心之眼如同穿透云雾的利剑，锐利而坚定，但四周除了单调的白色，依旧什么也看不到。
就在沐尘准备放弃之际，一抹耀眼的金光突然撕裂了白色的宁静，一道金色之手携带着原始之道的震撼力量，如同穿越时空的长河，直冲沐尘的法心之眼中。这突然起来的变故，直接令得沐尘感到骇然。但那一只金色之手，细腻而又真实，仿佛能触摸到其上的纹路和那股原始之道的力量涌动。